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空百度。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以前钱挣得少，花钱还有些随心所欲，现在钱挣得比以前多，反而越来越不敢花钱了。大家有没有同感呢？月入3000的人好像比月入3万的人花钱还要潇洒。奇葩说有一期题目是年纪轻轻精致穷，我错了吗？当期的嘉宾杨超越就说，他月薪只有800块的时候，也要花700块买心仪的裙子，宁愿为此整个月都吃泡面。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这种现象在年轻群体其实很常见。他们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买5000块一套的化妆品，买限量款的名牌包。有个朋友月薪4000出头，买了个近2万的 LV， 还轻描淡写的说，辛苦加班一整年，怎么感觉越来越穷了？看得我这个常年背程序员同款电脑包的人瑟瑟发抖。其实我能理解，一些场合是需要名牌包加持的，以便抬高身份，融入上层圈子。但大部分的真实情况是，买了名牌包之后，几乎看不到日常背出来，倒是在朋友圈3天2头的看到假装无心的露出大牌 logo 的生活照。这种感觉啊，就像上学那会儿攒了半年钱买一双 AJ 却不舍得穿的样子。但后来我觉得，如果我买了一样商品却不舍得用，说明它并不是真正属于我。买这些商品的目的不是使用，而是攀比虚荣，掉入假精致的消费陷阱。这是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，渴望通过奢侈品给自己镀金，得到别人的赞美和尊重。就像打游戏的新手，能力不够，装备来凑。我身边也有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朋友，他们也会买奢侈品，但对他们来说，买的目的就真的是使用。有次看到朋友穿着最新款的 AJ 打球，我非常吃惊，他看到我也很吃惊，这鞋不就是打球的吗？所以当一个人有足够的收入，买与他消费能力对等的商品时，实用属性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穿2000块的鞋子跟别人穿200块的鞋子的心态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很多人喜欢刷短视频，我们会发现啊，那些炫富类型的内容特别受欢迎，开豪车，穿高档服装，拿昂贵的包，然后下面有很多类似的留言，我也想要，有没有靠谱的购买渠道？好羡慕，不知道我要几个月工资才买得起。其实这暴露了另一个拉动年轻人消费欲的重要因素，互联网抹平了信息差。我们通过网络看到许多原本很难接触到的东西，本来咱们没看到，自然也不会想买，可看到了，新鲜感就被撩拨得蠢蠢欲动。日本学者佐藤义曾提出一个充裕主义的概念，就是说人们通过各种媒介见识过琳琅满目的商品后，物质欲被激发，进而追求物质上的享乐。快速发展的短视频和新媒体无形中变成了品牌商品的移动橱窗，看得多了，诱惑多了，焦虑也多了，潜意识认为我只要买了它就可以过上那个人的生活。可实际上花2万块买的大牌包，每天挤地铁都紧紧地抱着它，每天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，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放在办公桌上，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反而内心被商品支配。许多年轻人不是有钱，而是敢花钱。其实这一点比较矛盾，一方面我觉得及时行乐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态度，正如美国电影《遗愿清单》里的台词，我们不能总是想着等到以后有了钱，有了时间，或者什么其他条件成熟了以后，再去做一些我们早就想做的事情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定能够看到明天早上的阳光。但另一方面，花钱过于随意，容易让人掉入深渊。花钱永远比挣钱轻松，商家也愿意看到你把兜里和信用卡里的钱都拿出来消费。虽然借贷放到现在看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，但校园贷、714高炮这些都给年轻人敲响了警钟。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信贷总金额高达799亿，与2010年的76.89亿相比，足足翻了10倍。另外，90后的负债额已经是月收入的18.5倍，人均负债超过10万，在借贷市场中占比近50%，其中28.57%的人使用消费贷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，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借贷，这也直接导致大量年轻人没有积蓄。90后的平均存款只有1300多块，咱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你的账户上只有1300块钱，稍微遇到点急事儿，可能就手足无措了。如果你留心观察，不难发现，真正的有钱人未必会在行头上投掷重金。香港媒体爆料过张曼玉一组照片，她戴着口罩在路边的平价店买了39元的内衣，最后还买了19块钱的拖鞋。郭晶晶出席重要场合时，被人发现头上的发圈才2块钱，背的包包也只有400多块。比尔盖茨有一次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有人问他戴的手表是不是能监控健康的，他笑着说没有，这只是一块10美金的手表。这些超级富翁为什么这么抠呢？他们把钱都花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拿张曼玉说，她所拥1.5亿物业资产，包括5个市值加起来共9000万的老湾半岛，其中4个单元是全款买入。人类简史里有个观点，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就是硬币的 AB 面，富人把钱都投入再生产，普通人就是花光所有的钱。所以这些富人花钱有个关键词，再生产，就是拿钱买入更多的资产，而不是单纯的消费品。我一个同事说，他每月还完房贷，再扣掉刚性支出，所剩无几，
有时看着那些年轻人觉得好羡慕，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，喜欢就买，不看价格。事实上，负债有优劣之分，所以要弄清消费型负债和资产型负债的区别。就像《穷爸爸富爸爸》里表达的那样，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是资产，把钱从你口袋里掏出来的是负债。房子显然是资产，它有机会带来租金收益和价格增值，至于消费造成的负债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我们要怎么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呢？可能并没有那么复杂。首先就是不被消费主义裹挟，不为面子买单。贫穷的本质的作者班纳吉·迪夫勒说，他们在考察时发现不少地区的穷人有个共同点，特别爱面子。比如他们会花掉自己一半的年收入给逝去的亲人办葬礼，让自己在某些场合看起来有面儿，而去买昂贵的服装。明明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还要买电视看。纵欲式消费的原因之一是源于不断膨胀的虚荣心，谁是有那个东西，我没有的话就很没面子，于是掉入坑中越陷越深。其次是延迟满足，很多人攒不下来钱，不是因为挣得少，而是因为花得多。有些人月入3000也能存下来一些钱，有些人月入3万可能还是月光族。我们应该有长线投资的理念，就是说放弃部分短期利益，换来更多长期的回报，克服纷乱复杂的消费诱惑，强制储蓄，用先存后花的方式不断积累财富。如果看到自己想买又超出消费能力的商品，可以先冷静下来，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没有它，生活是不是没法继续了？有了它，能否给生活带来质的提升？买它所需的钱是不是可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？问完之后，基本都能把不必要的商品从购物车中删掉了。最后是回归真实的追求，可以脱离物质，让自己感到幸福的追求。极简主义的作者乔舒雅之前管理着150家店铺，拿着6位数的年薪，20多岁就拥有了名车豪宅，但他并不快乐，每晚需要服药才能入睡。过于追求物质，不但没有让他感到幸福，反而忽略了家人。直到母亲离世，妻子提出离婚，他才发现，真正能让自己幸福的，往往跟金钱没有关系。他扔掉了自己90%的东西，生活中只保留288件物品，却找到了生命的真意、健康、人际关系、热情、成长和奉献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样多累啊！不可否认，大部分对自己有益的事情都是反人性的。钱的问题最终也是人性的问题，就看是理性占了上风，还是本性占了上风。茨威格有句很经典的话，他那时还年少无知，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你今天花的钱会决定你3年后的生活，所以不要再相信那些洗脑的广告。买了再贵的奢侈品，上班同样挤地铁，中午照样吃盒饭，短暂的满足感和虚荣心并不会给生活带来任何质的改变。相反，谁透着了未来，未来一定会让它加倍偿还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被消费主义裹挟，不被浮躁的价值导向干扰，不管钱多钱少，都可以成为金钱的主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